首先环形起针，然后钩织2个锁针，接着钩针绕线穿过线圈将线勾出，钩针再次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接着绕线穿过后2个线圈，这样完成一个长针。我们还需要再钩织11个长针，这一圈一共12个长针。12针结束，收紧线圈。最后在第1个长针的针目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首先锁2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，后面我们在剩下的每一个针目上都钩织2个长针，这一圈一共24针。最后在第1个针目上引拔连接。第3圈首先锁2针，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，我们按照1个长针1个加针的顺序循环一圈，这一圈一共36针。最后在第1个长针上引拔连接。第4圈首先锁2针，然后在第1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针，在第2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，在第3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针。我们按照1个长针1个加针1个长针的顺序循环一圈，这一圈一共48针。最后在第1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来钩织包身。第1圈首先锁1针，然后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短针，一共48个短针。最后在第1个针目上引拔连接。第2圈首先锁3针，然后跳过第1个针目和第2个针目，我们从第3个针目上开始钩织。首先钩针绕2次线，穿过针目将线勾出，接着钩针绕线，2根线并1根，引拔3次，这样完成一个长长针。我们在下一个针目上再钩织一个长长针。接着返回前面空出的2个针目，我们在这2个针目上再钩织2个长长针。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后面继续跳过2个针目，钩织2个长长针，然后返回前面跳过的2个针目，再钩织2个长长针。
这样完成第二组花样，后面重复这个花样循环1圈，一共12组。最后在第一个长长针的针目上引拔连接。后面的部分大家按照第二圈的花样重复钩织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即可。钩织到一定高度后，我们在包口的位置钩织1圈逆短针。首先锁1针，然后将钩针穿过最后一个针目，将线钩出，接着钩针绕线穿过2个线圈，这样完成一个逆短针，后面重复钩织。钩织完最后一个逆短针之后，直接断线，然后将线隐藏在织物内。最后剪掉多余的线头。接下来我们来钩织提手的部分，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48个锁针，48针结束，然后再钩织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接着返回倒数第2针，翻转织物，我们找到背面凸起的这根线，在这里钩织1个短针。接着我们在接下来每一个针目上都钩织1个短针，一共48针。第2行首先锁3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跳过第1个针目和第2个针目，在第3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长针。在第4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长针，然后返回前面跳过的2个针目，钩织2个长长针。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后面重复钩织。第4行首先锁1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对应每一个针目钩织1个短针。然后我们利用瞎编的方法钩织1条包带，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2个锁针，返回第1个锁针，挑后半针钩织1个短针，然后返回第2个锁针，挑前半针钩织1个短针。接着翻转织物，找到侧边的这2根线，将钩针穿过这2根线，然后钩织1个短针，继续翻转织物，挑侧边的2根线钩织短针。我们一直重复，直到钩到需要的长度为止。在包身的2侧安装2个扣环，然后将提手和包带安装在包身上。然后我们换3.5的钩针钩织1朵小花，首先环形起针，接着绕线圈钩织6个短针，6针结束，收紧线圈。
将线一次性拉出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二圈换粉色线，在第一个针目上重新起线，将线钩出，接着钩织2个锁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钩织一个长针，接着钩织2个锁针，在同一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继续锁2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钩织一个长针，然后锁2针，在同一位置钩织一个引拔针。这样完成2组花瓣，后面我们重复钩织，最后利用热熔胶将花朵粘在主体上。这样呢，我们今天的小桶包就完成啦。首先环形起针，接着绕线圈钩织6个短针，6针结束，收紧线圈，最后在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第二圈换线钩织，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将线钩出，然后钩织3个锁针，接着钩针绕2次线，穿过针目，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再次绕线穿过中间2个线圈，再次绕线穿过最后2个线圈，这样完成一个长长针。我们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一个长长针，然后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第一组花瓣。接着锁3针，在同一个位置钩织2个长长针，然后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2组花瓣，后面重复钩织，一共钩织6组花瓣。这样完成了一个花片，接下来我们学习如何拼接其他花片。后面的部分我们需要边钩织边连接花片。首先将第一组花瓣的第2个长长针钩织完成，然后找到另一个花片对应的长长针的针目，将线圈钩出，然后钩织3个锁针，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再钩织3个锁针，找到对应花瓣的第3个锁针，将线圈钩出，这样完成了花片的连接，然后后面的部分正常钩织。
这样完成第一圈的拼接。第一圈一共是12个画片，后面我们继续钩织第二圈，同样是12个画片。第二圈的第一个画片需要连接第一圈相邻的2个画片，第二个画片需要连接第一个画片以及第一圈相邻的2个画片。后面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重复钩织和连接，这样完成了包身的拼接。接下来我们来拼接包底。转角部分的拼接与其他地方稍微有一点不同，首先正常拼接2片花瓣，然后钩织2个长长针。接着在侧边的连接处将线圈钩出，然后再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另一组花瓣的长长针的针目上将线圈钩出，然后钩织2个长长针。接着在锁针的针目上，在长长针旁边的锁针上将线圈钩出，然后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长长针的针目上将线圈钩出，然后钩织2个长长针。接着在锁针上将线圈钩出，然后钩织3个锁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侧边连接处将线圈钩出，接着钩织2个长长针，然后在下一片花瓣的长长针的针目上将线圈钩出，再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长长针旁边的锁针上将线圈钩出，然后钩织2个长长针，接着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引拔，这样完成转角处的连接，后面连接按照正常的方式连接即可。这样我们完成了包底部分的拼接，接下来我们来钩织包带。包带的部分同样利用花朵拼接，第一行拼接4个画片，第二行拼接3个画片，第3行拼接2个画片，第4行拼接1个画片。然后后面我们连接中间的部分时稍微有一点不同。首先钩织完一片花瓣的3个起立针后，将钩针穿过包带上对应的锁针，然后将线圈钩出，
接着钩织2个长长针，然后将钩针穿过另一个长长针的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这样连接了2片花瓣。接着锁3针，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剩余的花瓣正常钩织即可。这样我们今天的花朵包包就完成啦。首先我们来钩织花片，锁边起针，接着钩织5个锁针，然后返回第1个锁针，在这里钩织一个引拔针，锁1针，然后绕线圈钩织12个短针，12针结束，在第1个短针的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，第2圈首先锁1针，然后在同一个位置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锁2针，跳过下一个针目，在后面的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钩织2个锁针，跳过下一个针目，在后面的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。我们按照一个短针2个锁针的顺序循环1圈，最后在第1个短针的针目上钩织一个引拔针。第3圈换线钩织，首先在锁针的空隙处将线勾出，然后钩织4个锁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在同一个位置将线勾出，并将线圈拉长，拉至4个锁针的高度，然后钩针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再次绕线穿过后2个线圈，这样完成一个长针。我们在同一个位置再钩织4个长针。这样一共钩织了5个长针，接着锁4针，在下一个空隙处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钩织4个锁针，然后再钩织5个长针。接着钩织4个锁针，然后在下一个空隙处钩织一个引拔针，这样完成2组花瓣，后面继续重复钩织，这样完成一个小的花片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拼接。首先钩织完第1片花瓣的第5个长针后，将线圈拉长，然后将钩针取下，找到另一片花瓣第1个长针的针目，将线勾出，接着钩织4个锁针，然后
在下一个空隙处钩织一个引拔针，接着锁4针，相应的将钩针取下，然后找到长针旁边的锁针的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再钩织5个长针。这样就完成了2个花片的连接，剩余的花瓣正常钩织即可。第一圈一共连接8个花片，然后在钩织最后一个花片时，需要将首尾连接起来。首先钩织前面3个花瓣，然后第4个花瓣的5个长针钩织完成之后，拼接第1个花片，拼接方法和之前的一样。这样完成了第1圈。第2圈的第1个花片需要连接第1圈相邻的2个花片，第2个花片需要拼接第1个花片以及第1圈相邻的2个花片。后面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拼接剩余的花片。这样我们完成了包身的拼接，接下来我们来钩织1圈连接圈。首先选取1个花片，然后找到中间的花瓣，在第1个长针上重新起线，将线勾出，钩织1个锁针，接着在同一个位置钩织1个中长针，在接下来的3个针目上各钩织1个短针。接着在下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中长针，然后在旁边的锁针上钩织1个长针。接着在下一组花瓣的3个长针上钩织1个长针，各钩织1个长针。长针的高度需要与之前钩织的保持尽量水平。在下一组花瓣的3个长针上各钩织1个长针，与之前的部分尽量保持水平。接着在下一组花瓣的锁针上钩织1个长针。这样完成第1组花样，后面重复钩织，一共循环8次。接下来钩织4圈短针，2圈白色线，2圈蓝色线。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37个锁针。37针结束，返回倒数第2针，翻转织物，挑背面凸起的1根线，钩织1个引拔针。接下来我们在后面每一个针目上各钩织1个引拔针，一共36针。第2行首先锁1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每一个针目上挑后半针钩织短针，一共36针。第3行首先锁1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挑第1个针目的后半针以及前面1行剩余的半针，钩织1个短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钩织完这一行。第4行到第17行都是一样的钩法。
第17行结束，然后我们需要在织片的边缘钩织一圈短针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在第17排的位置调整个针目以及下方平行的半个针目钩织短针，一共36个短针。然后在侧边每一行的空隙处各钩织一个短针，剩余的两边正常钩织。包底的部分完成之后，我们需要与包身做一个连接。首先锁一针，然后将线圈拉长，将钩针穿过主体的第一个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返回包底的位置钩织一个中长针。接着继续穿过主体的第二个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返回底部钩织一个中长针。后面重复操作，我们在每一个针目上都与包身做连接。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包底与包身的拼接。然后我们在包口的位置也钩织一圈连接圈，与底部的钩织方法相同。接下来我们来钩织一圈花边，首先锁3针，3针相当于一个长针，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再钩织2个长针，在第二个针目上也钩织3个长针。后面我们在每一个针目上都钩织3个长针。接着我们来钩织包带，锁边起针后钩织4个锁针，然后返回倒数第2针，挑后半针，将线钩出，在后面2个针目上也分别挑后半针，将线钩出。接着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4个线圈，然后翻转织物，看到侧边有4个线圈，我们在第一个线圈上将线钩出，在第2和第3个线圈上也分别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，一次性穿过4个线圈，接着翻转织物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挑侧边的4个线圈进行钩织。首先在第一个线圈上将线钩出，在第2个线圈上将线钩出，然后还剩余最后2个线圈，一次性穿过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穿过所有线圈。后面我们就这样重复挑侧边的4根线进行钩织，一直钩织到需要的长度为止。包带完成后，我们将它穿过包身的正反面，最后将这2端缝合起来。这样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手提包就做好啦。首先锁边起针，然后钩织43个锁针。如果需要增大尺寸，可以增加2的倍数。43针结束，然后返回倒数第3针，转到背面，我们在背面的里衫进行钩织。首先钩针绕线，穿过里衫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，2根线并1根，引拔2次，完成一个长针。
接着按顺序钩织39个长针。我们还剩余最后一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织3个长针。然后对应前面的针目，按顺序钩织39个长针，在最后一个针目上钩织2个长针。接着在第一个长针的针目上引拔连接，这样完成包底的部分。第一行首先锁2针，然后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1个长针，一共84针。后面第二行也是一样，钩织84个长针。第三行首先锁2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第一个针目将线钩出，接着钩针绕线，跳过接下来2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前面4个线圈，再次绕线穿过最后2个线圈，接着钩针绕线，在旁边的针目上钩织1个长针，然后锁1针，这样完成第一组花样。后面重复钩织。最后在第一个针目上引拔连接，第4行首先锁2针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第一个针目将线钩出，接着钩针绕线，跳过后面的2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上将线钩出，然后钩针绕线，穿过前面4个线圈，再次绕线穿过剩余2个线圈，接着我们在旁边的锁针空隙处钩织1个长针，然后锁1针，这样完成第一组花样。后面重复钩织。后面大家按照这样的规律重复钩织到自己想要的高度即可。我这里钩织到了第15行，然后我们在顶部的位置钩织2行短针，每一行都是84个短针。完成之后，我们在中间的位置空出16针，在两边的位置各空出13针，然后在中间空出的针目上钩织90个锁针。锁链完成之后，接着在接下来的针目上按顺序钩织26个短针，在中间空出的部分钩织90个锁针。锁链完成后，继续在两侧的位置按顺序钩织短针。
第2行到第4行都是在每一个针目上钩织一个短针，每一行都是232个短针。在锁针链上时，挑锁针后半针，钩织短针。这样呢，我们今天的包包就完成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